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《吞噬天地》完全版，今天大概是第12期，咱们继续攻略东吴。这个城甘宁鲁肃，凡是超过2万兵的，都是这个汉化版本的兵力被改过。东吴这里，之前有小伙伴说，最好是使用备击技加伏兵技。马良是会的，但是马良现在还不会备击，并且呢，我打这里的时候，我需要八卦阵，尤其是在东吴攻略的后期。其实如果这个版本的难度没有经过改动的话，汉化版难度没有经过改动的话，你是不需要什么八卦阵、免击技这么高级的计策的。好，周瑜使用了免击技成功。免击技是有很高的失败几率的，反正我使用是这样，所以说我还是更信赖八卦阵一点。然后呢，把你的生门的角色套一个伏兵技。但这个版本的生门不是你自己指定的，它是随机的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生门。来到这儿之后，咱们需要一个炸药。这个炸药呢，同样需要你准备硝石和老树枝。那硝石的话是这样，硝石和老树枝的地点和之前咱们打赤壁之战的时候是一样的，所以说拿硝石的过程给大家略过了。在上一个城柴桑的西侧那个山洞里，老树枝还是在这儿拿。然后呢，刚才的这个家伙是咱们打赤壁之战制作炸药那老爷子的孙子，所以这孙子出门就炸了，把这条河填上了。咱们在这里打周瑜这仗对面的兵力还算正常，都是1万以下，2万以下，1万出头。甘宁啊，怎么又手滑了？给泰尔茨来了个疑心。用弓的还好吧，对面的纯菜刀也就一个灵桶。咱们来一个解策，把泰尔茨的疑心给解了。好，我的免击生效了，这把基本上稳了。周瑜用免击大概50%的成功率吧，我感觉不是很高。反正我玩这个游戏真的就是使用输出类技能之外的这些计策，成功率都不高。咱们这侧也是周瑜带队，对面也是周瑜带队。那我现在玩的版本呢是 3.03， 现在最新的版本截止到21年的1月，最新的版本好像是 4.08， 那个版本已经有了大将系统。所谓的大将系统呢，就是你队伍里的第一个角色会给你队伍的所有人提供一个加成，这种加成呢包括攻击力的上升、防御力的上升、暴击率的上升，还有计策的减免等等。每个角色的效果不一样，其中有个角色是效果是比较惊喜的，就是廖化。廖化的效果是寻宝率上升，就是对面你打怪的时候掉宝率上升，这个是比较好的。那糜竺呢是得到的钱增加，你想打钱就带糜竺，让他当大将。你如果想打宝呢，就让廖化当先锋。东吴这里是这样，它的路径啊还是比较单一的。你看泰尔茨的兵力啊，3万，好，秒了我，把我的泰尔茨秒了。3万兵就是这个概念，就是平 A 一下就5、6千人，平 A 一下，非常恐怖。这个3万也是经过加强的，应该是汉化的作者今天他们加强的。原版的话是对面没有这么强，但也只限这个版本吧。
因为之前我录制过这个游戏，录制的是 720P 的视频，使用的版本是 2.18，那个时候东吴是很好打的，哪有这么多3万的人？来一个野营帐，野营帐好像还不便宜，6000一个吧？不对，致富单是6000一个。这里打鲁肃，鲁肃这边兵也比较正常。我用了2个人使用免击，周瑜自己就成功了。鲁肃使用了侧反，那他是误会了。我现在是一个菜刀队我不会往他脸上招呼任何技能的。好了，双重保险，把这个智将放倒，然后咱们可以总攻了。好，砍翻了，砍翻了就可以上了，一拥而上。这个城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，咱们继续往前走了。东吴篇还是挺长的，它长呢是因为这个敌人的兵力比较多，打起来时间比较长，尤其是攻城战。其他还可以。其实如果兵力不这么多的话，我感觉我1期左右25分钟左右就能把这个东吴篇打完，但现在看起来不大可能了。诸葛瑾。孙瑜的话是22000，他这个兵力也是改过的。先放到智将，可以用水龙记来伏兵吧。你看我上一场战斗我用了2个免击技，这周瑜的免击他就成了。这次呢我用了1个，他周瑜就手滑。背水阵，哇！对面真是刚这背水阵砍人相当的疼。但是被砍也很疼。把这个血加上。周瑜免击技又失败，你这。哇，幸亏我套对了，套到泰尔茨身上了，把对面的菜刀等于废了。这11200的兵能砍我近6000人，我的天，你这也忒夸张了。周瑜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又失败了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要八卦阵这个，哎呀，免击技在我手里真是要了命了吗？这不。直接把我队友砍残。好，用了4次，就算这次成功了，成功率也只有25%，这谁敢信？这次可以总攻了。就周瑜用免击技，成功率25%。我之前直播过的时候用过暗杀技，成功率有一次是7%是几反正用了10几次。才成功1次，所以我再也不用这些什么叛离暗杀等等。这里有一个吕蒙在这儿，但是这里的我真想把他在这儿就把他摁死，但不行。有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是东吴篇除了拿消石那个走过的山洞之外唯一的山洞了。但这个山洞的路径还是比较复杂的，它有几个关键的分支点吧，流程也比较长，主要是路比较长。
如果走过一次之后，你发现它的结构并不是特别复杂，但是就是路长，有几个关键的分支点。这个到了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然后这种分支点走回头路的部分呢，给大家剪掉。即使这样，这个迷宫估计也要5分钟左右才能走出去。真的，这个山洞是出自1代吗？好，刚刚下面这里就是一个分支路线，你可以选择往右，也可以选择往下。往右，也就是往东的部分，是拿一个道具，这个道具是锦旗。锦旗的作用呢是饰品啊，它是装备在饰品栏的，因为现在每个人的饰品栏都是2匹马。待遇比较好的呢是1匹白马和1个赤兔，待遇不好的呢就是2匹白马。这种地形需要用杀毒剂来过。好，锦旗呢最好是给咱们攻击力比较高的角色，这样他攻防其实都得到了提升。我就给太史慈了。好，刚刚是拿到锦旗之后，咱们回到那个分支走了。下路是个梯子，上来之后呢，附近还有一个向上的楼梯，有一个梯子。这个梯子这儿也是一个分支，咱们先把这层的宝箱拿完，然后再上这个梯子。等于呢，咱们现在是来到了2楼，一会儿呢，咱们上3楼。1楼有一个锦旗已经拿完了，2楼呢是2个宝箱，然后上3楼。升级了，学会计时技。好，徐庶呢学会了八卦阵。那后面的话，我就要用徐庶去当军师了。然后呢，把马良提上来。这个其实我不想这样，最好的方式啊，就是你队伍里有5个人，有5个人就成了。你有徐庶，他是军师，他也可以上场。但是呢，这个版本给了咱们一些武将，这些武将呢，他还不能离队。什么周瑜啊、太史慈、甘宁这些家伙不能离队，所以说你就只能忍受着他们。尤其是周泰都不能上场。其实太史慈和甘宁的智力也很一般。好，这儿还有个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之后，咱们就回到刚才梯子那里，继续上楼，去上3楼。一个金仙丹，好，上3楼。这里应该还有一个比较好的道具，怒龙剑。因为现在周瑜和关兴拿的好像是苍龙剑，我们要换怒龙剑。怒龙剑的攻击力是190，现在比较高啊，应该是给关兴用。这里呢，直接上楼，对。刚刚咱们上楼梯之前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分支，看起来可以往上走。其实那儿呢是一圈啊，没有什么东西的，咱们就不走了。一个宝箱，可以了，去拿怒龙剑。拿完怒龙剑呢，咱们就可以出动了。他就利用有限的地图空间，尽量把这个道路做得曲折。好，这里这个分支向西走，也就是往左走，就是出山洞了。咱们往南就是去拿怒龙剑，拿完了咱们再回到这个分支路线，往左一走就出洞了。好，这儿也需要开杀毒剂。好，用错了，用了个烟盾。好，怒龙到手，装备上。
攻击力从160到190了。然后从这个分支出山洞了，这个山洞终于走出来了，路实在是比较长。我呢减掉了一些走回头路的部分，但这个游戏我录制到现在，迷宫里我肯定是没有走冤枉路的。这有一个寨子，还有一个关隘。存个档，这个山洞不存档白走了。哇，对面的兵力过分啊，都2万以上，摆个八卦阵。来个伏兵，好，我的天，一下就被人猜中了，这啊，一下就被猜中了，被砍了好几刀。伏兵给自己套一个吧，然后呢再加一下血。哦，这一刀真狠啊！不愧是拿着怒龙剑的男人，感觉可以总攻了。哦，伏兵被破了。挡割了一次，伏兵就没了。睡一觉吧，因为计策用的比较多，像什么伏兵计啊、八卦阵消耗是很高的。存档冲了。哦，又是我看这回周瑜带的人，看对面的人把退路切断，而且呢，这个是剧情杀，就咱们刚到这儿就被喷了一脸。来开八卦阵，然后啊，看看周瑜197、242、181会暗杀，程普免击，张昭免击。我的天，对面全会免击技啊！那这我没有重点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对面数值也很夸张，那程普的智力怎么这么高？暗杀其实是最致命的，因为它秒破咱们的八卦阵，暗杀是最危险的。来吧，八卦阵摆上。但是免击也很讨厌，咱们拆吧，一个一个拆吧。因为程普呢是菜刀，他应该是偏向于平 A 的，他的兵力多了对咱们不太有利。像背水阵，好，你自己作死啊！下边那2个智将呢，再砍人也不太疼，所以说还是先把程普拆掉吧。因为咱们的八卦阵一旦被破了，程普对咱们影响还是很大的，怕他秒人啊。行了，对面最大的菜刀已经扑街了，水龙记。周瑜36000的兵实在是过分了。关兴的伏兵散了。张昭有点傻呀，就你自己掉血了，你给自己加就成了。把他放倒，这奶妈太讨厌。周瑜还在想平 A 啊，这对我来说是机会。好，他的阵散了，阵散了呢，挨打就不是那么疼了。刚才是背水阵，但即使是背水阵啊，咱们也不要顾虑说把他的阵拆了怎样。该拆还是拆，对面
伤其食指啊，不如断其意志。好，打完，那周瑜在这儿就结束了，挂了。吕蒙在这儿还是要劝咱们，苦口婆心的。真的，这些人怎么不动手把它拆了啊？在这儿，风兜一个，雷神盾一个，锦衣甲，我的天，都是好东西啊！不错，咱们再往前打一个寨子或者城之类的吧。因为后面打最后一个城的时候，前面有3个寨子，再加上攻城的时候是两连战，没个15分钟那是打不下来。黄盖啊，董袭都是兵力加强的，但这里应该是不难打。2把菜刀，先拆他智将。怒龙剑真的狠啊！我倾向于先给怒龙，我的天，他智将已经被拆了，那总攻就完事儿了。总攻，这样呢，一会儿再攻城吧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咱们下一期再去攻打这个城，下期见。